几个礼拜前，很多小兄弟跟我说，哇，我的女神终于改强了，是我们的刀锋啊，之前改的超强的一个真伤改强，那可惜啊，没过多久就马上被削成狗了。所以很多小兄弟啊，最近又问我这个刀锋宝贝这个版本还到底能不能用呢？超好用的好不好？什么感觉？恋爱的感觉啦！这个英雄在这个版本之中，连到爆3段的突刺土人都逃不掉。这一把做到一个 MVP 超级凯瑞，到底怎么玩？怎么用这个英雄？怎么出装？怎么用魔丸呢？这个新法之中，好好享受吧。这里我们已经没有技能了，还是把对面飞类的这个死神之后打出来之后，他还想连一个2技能把他人头直接收掉。看到上路有集结，直接打对面反而就好了，把他人头就刷掉。看到哇，这个图伦他一个闪现，然后我们不断的3段的突刺，不断的连，哇，图伦都能连死。这里看到上路又集结，先切输出就对了，然后。这么长的战力，我们刀锋能切死吗？当然可以，为什么？待会看心得就知道。一个1技能，然后一个大招把对面反而想要偷塔直接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ello everyone， 我是 Mad Team 的窝窝，这一次带来的是刀锋宝贝打野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也玩过刀锋或者是玩过打野的话呢，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你是喜欢玩其他路其他英雄的话，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窝窝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窝窝的话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这里我们先蹲在草丛，一个大招上去打对面的这赞尼尔，不断突刺，再把对面土人收掉。这里我们做到一个0换2成功的 gank。可惜，下路小兄弟哇又被收掉了。刚刚其实1分钟之前啊，他已经被收掉过一次，现在又被收一次。可是没所谓，我们还是尽量做好自己就好。那这一把真的会很惨烈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啊，如果是单看，这一把自己的话呢，这个刀锋就是打野位的话，其实自己是过得顺风的啊，很尽力。可是下路的就比较惨了这一把啊，那小兄弟们可能有事在忙，所以呢有时候会不动，那没所谓啊，我们还是稳稳的玩好自己的那就可以了。把小野怪先拿掉，然后呢把2野刀出了，然后再出一个魔防鞋，因为对面这一把的控制呢也是蛮多的。这里呢看到下路这一波蹲了蛮久的，然后呢直接进场大招把对面的飞类，他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其实呢也是蛮肥的，除了我们以外呢最肥就是他，因为呢对线小兄弟已经被他收了啊这个3次，那我们还是把他先收下来。我们这里呢可以看到，其实刀锋宝贝这个英雄呢，很多小兄弟啊都在问我这个英雄他已经在改强之后呢，那一段时间是很强的，真伤那一段时间，那帅不过3秒之后被削了，现在还能玩吗？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最重要的是他这个突刺呢，可以很好的去粘到对面。打野有时候如果粘不到后排，或者是你的目标，比方说刚刚的飞类虽然是个前排的英雄，那可是呢，如果一直被他那个被动风筝的话，也是蛮难受。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能够不断的切不断贴连打对面的这个飞类的话，对面也不好受。那这里可以看到，小兄弟下路又被收了一次啊。那还是没所谓，看上路这一波，一个1技能加速，然后呢要切谁呢？到底把对面图伦先切然后抓起我们的被动回血。那这里的话，对面是个赞尼尔，我们呢就不太适宜在前期去塔杀。那这里看到下路这里红 buff 被偷了，那就是说代表下路呢已经
把这个红 buff 直接反了。那小兄弟这个时间点直接飞对面这个赞尼尔，那就要很小心咯，这个飞类可能会来偷塔。那如果看到飞类的人还是消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太先去补这个线，把蓝 buff 先拿了，不断刷起自己的野区，等待呢进场的机会。在这个草丛先蹲一蹲，然后先大招对面的这个凡恩又收掉一个。这个时间点我们来到了一个401的一个战机。那可是呢，这个人头比啊，我们跟对面还是差不多是一半一半的，没所谓。我们这里再蹲在这个 L 草，看一下有没有进场的机会呢，去收对面的这个图轮。先等待他的被动完了之后呢，他一个瞬移，不断的，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刀锋这个版本啊，它不是刀锋这个宝贝，刀锋这个版本，这个它还能用吗？其实它的这个途径是很有用的，像刚刚图轮，它的2技能能够位移。那我们刀锋呢，刚刚开启大招之后呢，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它连对面有位移功能英雄的实力呢，是比以前厉害很多了。那这里这个对面小兄弟直接挑衅起来，那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不太需要啦，因为下路小兄弟是感觉可能就不动啊、吃饭啊什么之类的在玩游戏吧，感觉。那像这种的一直打爆下路然后挑衅的话也没所谓啦。不过对面小兄弟高兴就好，不过是没什么所谓。这里呢，我们一开始呢不会出破阵，为什么不出破阵？那是因为呢，这一把看到有飞类啊，然后呢有一个赞尼尔都是出坦装啊，飞类是半坦啊，其实很多坦装。那这里看到下路其实可能守不住啊，有机会被飞类偷掉这个高地。那我们还是先选择把对面的这个反恩先收掉。然后为什么这里打对面会这么痛呢？赞尼尔，因为我们直接先出天丛云，就说到的飞类，然后赞尼尔还有对面的一个刀锋宝贝，刀锋是做打野辅，不像我们做打野刀，所以的话呢，我们就感觉可以先出一个天穹云，会真的比较好。对面这个时间点，如果你直接出一个破阵，防御是不够的啊。那这里这个小兄弟在这边回城啊，这些就没什么所谓啊。看到这个麦克斯小兄弟这个时间点挂机，那我们呢还是持续的把兵线直接整理。那这个时间点，我们自己的这个战机来到602的一个战机，还是不断的去刷野怪。毕竟呢，下路给到飞类小兄弟的这个经济太多了。如果在这种窄口其实最不好的就是在野区的这个窄口跟飞类或者是赞尼尔这种英雄打起来，尤其是赞尼尔站前面，然后呢这个凡恩站后面，不断的去扛伤害，然后你切不到对面的凡恩啊。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被对面直接反杀啊，像现在这样。那我们还是尽力玩好自己。看到下路的高地呢，直接就被拆了。虽然上路的外塔依然还在，上路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上路的节奏是很正常的，带的很正常的。在打野不断的支援之下，我们把上路2塔呢搭配队友了，把2个外塔还有中塔拆掉。那可是下路是直接外塔一滴血不扣，然后打到这个高地没有，这里直接锁住就不要浪费了，直接切对面了。然后呢，可惜小兄弟凡恩这个时机点没有跟过来，那要不然的话呢，可以把对面真的可以打这一波，把对面起码再收多一个，那起码是一个2换1，那没所谓。这里看到艾瑞小兄弟一锁住呢，我们必须要输出，然后呢，这个时间点就不该再进场了，因为对面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虽然好像是4打4，可是下路小兄弟没有要进场的这个感觉的话，那其实这里感觉就是一个3打4的一个局面。那这里呢，我们一个反应就是，如果对面移过来的话，马上一个移技能加速，再加上我们的寒冰制裁，这样的话对面就追不到，再一个大招把对面反恩收掉。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来到一个收了8颗头，然后全队呢掉了22颗头之中，我们只占了其中掉了1颗，那再加上3个助攻。这里呢，我们
持续的。那刀锋宝贝这个英雄呢，我觉得如果他在逆风的话，其实他的发挥呢也是有一定的程度。那逆风真的很难受的英雄有什么呢？打野的话呢，就莫拉真的很难受啊。如果大家可以看到，那这里这个小兄弟现在的经济呢，是我们的大概一半啊。那我们呢还是不断的去整理一下兵线。时间点呢，我们来到这个11分钟、12分钟的差不多。那小兄弟这个时间点给个干得漂亮，给我们这个麦克斯小兄弟。然后，那现在呢，夏洛奇这一波已经不该再进场了。那即便5个人在打团都打不进，不该再进场。那可惜呢，这还是麦克斯小兄弟还是进了场。那这样的话呢，一个人是守不住，绝对守不住的。那没所谓，我们还是告诉大家，这英雄呢，在这个版本其实到底还能不能用？其实真的很好用。在刚刚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粘对面不断的去切对面的输出位啊，后排前排也好。那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麦听的窝。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